我意外发现这辆车还蛮好玩的。要说这2年发布的新车中哦，CP 值最高的sedan车型，我看真的就是它了吧？没错，我们现在人在槟城，我们这次要试驾的主角就是全新的 Proton S70。本节目是由 Renault 赞助播出，全系列产品由德国进口，给您的爱车性能及保养的全方位呵护。基础数据我们在发布会的时候，其实应该已经讲得蛮详细的吧，还是稍微帮大家做个带过了哈。目前国内贩售的 Proton S70总共4个车型嘛，售价从最入门的74千起到最高配的95千。我们今天分配的2号车是最高配的 Flagship X 哈，也就只有这个车型哈，你可以额外多3000多块加这套运动化的保感升级了。还是我常说的那句话嘛，3000多块你丢进一个90千的产品里面，你的分期付款其实真的没有差别太大。它从一个比较温和的面孔，就变成一个比较运动化这样子啊。这辆车相信懂的人都懂，因为宝腾自从跟这个中国的吉利合作之后哦，陆陆续续都把他们的车款带进来嘛。我们看到 X70、X50、X90 到我身边这辆 S70都是吉利现役的车型啊。这辆应该就是所谓的帝豪啊，没有记错的话叫帝豪。今天这辆车原厂再一次强调，它的定位是 C segment 的车型。我去看了一下轴距跟车身尺寸，其实严格来说，它的轴距跟我们现役的这个 B segment 车型差不多，就是跟 Vios 跟 CD 差别不大，就差个几 cm 而已。但我觉得原厂主要强调的2件事情，第一，里面的车室空间乘坐的这个空间感比较大，所以他们叫它 C segment。第二点就是动力系统的部分，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目前现役的 B segment 车款都是这个 1.5 NA 或者 1.5 油电嘛，或者 1.0 涡轮增压。我们的 B segment 就差不多是限制在这个范围内啦。而今天这辆车搭载的是一个1.5公升的3缸涡轮增压引擎，所以 Proton 就把它称之为 C segment 的车型。这点我不觉得我会执着在这边太久。其实我问了一下中国的网友，他们对于 segment 反而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标杆。这辆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入门型的轿车，就是这样子而已。对比中国的帝豪，尺寸上好像有些差别哈，不管是长度、阔度、高度跟轴距，数据上都略有不同，一些不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先说长度好了，因为保感的设计会让它的长度有些不同，这是正常的。阔度呢，可能side mirror或者什么的也是会有一些影响。高度因为悬挂，那至于轴距，很多人最在意的，为什么轴距会不一样？我问了一下原厂哦，他们说这个轴距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它的底盘平台打造是完全一样的。轴距数据有差别，就是所谓的 tolerance。你可以说它是测量的标准不同，测量的方式有一点不同，所以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大家在那个 cm 的把关上、测算的标准上有一点点的差别而已。所以其实两者是完完全全一样的车型，但是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好处是中国这辆车采用的是自然进气引擎，就不管你从最入门到最高配，都是 NA 引擎，而马来西亚呢，统一搭载1.5公升3缸涡轮增压加双离合的变速箱，所以我们的版本，马来西亚的版本在动力上面是有优势的。如果说我们 Telegram 群组的朋友啊，一定知道小五哥。小五哥是谁啊？就是那位跳舞特别厉害，帮我改 AI 影片非常厉害，然后贴了一大堆色情贴文在我们 Telegram 的。因为他本身是 X90的车主嘛，就是所谓豪越啊，
中国版豪越的车主，他在中国，他在中国大理，他是豪越的车主，他分享这辆车他的想法给我我直接在这边讲一下。刚想了下，如果考虑价格，这车在中国的评价不能说一般，还是不错的。在2020新能源车没起来之前，它多数时候是中国品牌中销量第一的车型，是唯一唯二能进中国轿车市场销量前10的车。除了价格一直在10万以内很亲民，同时在可靠性上的口碑也不错，销售10几年了，好像也没什么群发性故障的新闻。所以我们县城不少出租车也是用老款的帝豪。之前我妹妹刚毕业的时候，不是想买50宾果或者比亚迪海鸥，我就跟她说，那2辆车如果你想从重庆开到成都都不行，必须在路上充电，没办法长途，我就推荐她看看帝豪。这辆车目前官方售价是人民币7万到9万，但优惠后5万到7万多处就能拿下。机械素质即使在多数中国品牌车都比较差的背景下，也只能算是其中一般水平。但毕竟足够便宜、足够可靠，外观内饰还不错，就有吸引力了。这车在马来西亚市场就是中国的帝豪啊，跟 S70的价格的这个卖点都差不多，就是价格够亲民。只是你们的动力强不少，而且有辅助驾驶。中国的帝豪最高配就只有个定速巡航，所以你了解了几件事真的价格亲民是它的主要大卖点。你看我们现在的 CD 跟 Vios 都是8万5、9万了啦，70多千，真的没有了耶。所以它就亲民啊。那至于你说安全系统的部分，我强调，我身边真的是有2派人啊，一派是很喜欢进阶式安全配备辅助的，一派是完全不 care 的。今天它就符合了大家的要求，入门版它就真的是没有，高配版它就全部搭载上去啊。它的安全系统，我们看啊，前面已经没有短波雷达的它跟 Volvo 一样，靠的全部都是上面这颗单镜头来做侦测跟判断，所以它的软体就要去运作得很好，来给你知道什么状况，它可以做出什么表现。我们时间真的，这种媒体试驾时间真的很仓促啊，有没有机会试？我们到时接着看下去。OK， 那配置的部分呢？配置的部分我们拿到的 Flagship X 嘛，所以东西都高配了。而且我那时候在发布会的时候，我们看那辆74千的，其实我觉得它的配置已经算是蛮有诚意的了。那种 LED 呀，该给你的都给了啦。回去之后，我再去找一辆入门版的，我们来介绍看看啦。你就是究竟你74千可以拿到一辆什么样的车型那这辆车头灯、水箱护罩我都觉得是很好看的。它的水箱护罩就跟中国版的帝豪不一样了，就做了一些本地自己的风情化设计了，这种钻石纹路，看起来好像就比较阿达斯一点那下面保感我说了嘛，像320比较温和的面孔，但是加了这个运动化的 body kit， 真的有让它帅气度提升。但是只有在 Flagship X 驾驶 Smart Entry 车门的 Smart Entry 比较遗憾一点，就是只有驾驶座有按钮式的 Smart Entry， 其他的车门没有给。轮圈即使今天到了最高配，它搭载的是17寸的轮圈，这是好事你不用花太多预算再换轮胎。你知道，如果18、19寸的轮胎，鬼妈号但是17寸相对来说就真的是很亲民一点点。只有 Flagship X 有这个小天窗。S70在造型上的最大卖点应该就是这个动态尾灯了吧？对啊，不管你锁门还是解锁，这个尾灯的灯条都会这样子冰冰冰冰跑个不停。而且不只是尾灯，头灯其实它也会有闪烁的功能。当然，它不像是我们之前看到那种 Smart 那种 LED 很夸张的，又有音乐又有灯光效果什么，它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可是对于目前我们的熟悉的 Sedan 车型来说，这个方式真的已经算是蛮 fancy 的了对，所以我觉得整体的呈现真的算不错了。主要啦，我真的就觉得加了后面的这些空力套件，这些 body kit， 上面、下面，让它整个饱满程度又不一样了，整个的层次感又更加的丰富。有倒车镜头，因为它有360环境显示。至于排气管呢，下面双边单出隐藏式的设计。那尾门好看一下，电池阀、车钥匙、驾驶座都有的控制。后车厢开一开，它没有电动尾门当然这个价位
你要电动尾门太过分了。但是它有个弹簧 release 啦，所以你好像有一种会开起来的感觉。后车厢我预计啦，我以为它会很大，我觉得超过500，可是它的账面数据就是500，所以其实 OK。门槛有点高，因为sedan的关系嘛，都是比较高的，差不多有一个手掌这样的高度哦，所以你上下东西哦，腰不好的朋友自己注意哈。然后呢，下面打开来是有小尺寸的备胎的，其他的东西啊都没有了，有一盏灯，没有挂钩，就 OK 啦。看起来比500公升大，可是数据值500，这点我蛮意外的。深度够，平整性好，空间够大。64椅背可以做倾倒，但是不能在后车厢倒，一定要在里面，就是应该是肩膀位，对你按一按才可以去增加你的收纳空间。动力室的部分呢，没有油压顶杆，但是上面有隔热棉，难得哈。现在 Proton 的车越来越少把整个全部 cover 到美美的啊，其实简单做就好了，因为你始终要记住最重要的一件事。控制成本。来，动力主体的部分搭载的是1.5公升直列3缸的涡轮增压汽油引擎，输出的马力150匹，扭力峰值226牛顿米，搭配的同样是这颗7速的双离合湿式变速箱，悬挂前面 McPherson， 后面 Torsion Beam。就有媒体问说，你可以把这个X90后面改成毛低令。为什么这辆车不改毛低令？毛低令一定比较好嘛，是不是？但问题是你这辆车本来就是用来打亲民价格的 sedan， 我如果还去升级那个东西，当然是好的。可是你价格就上去了啊，就你可能很难压在70多千，你就入门80千，它的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强了。第二点，你改个毛低令，可以拿到它的 benefit 的人到底有多少？就你如果是那种，当然我再次强调，猫低令肯定比 Torsion Beam 好，只是其实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 ，Torsion Beam 真的已经很足够了，而且对于这个族群来说，就是入门代步、买菜或者小家庭用车的朋友来说，99% 的优色 ，Torsion Beam 够吗？Very enough， 对，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也有朋友说，为什么不要来一个 manual 的版本？就我们从各品牌、各车型的销售数据来看，其实目前 automatic 的销量占了整个市场的95到98%吧。加一个 manual， 你为了让生产线多一个工序，就只占2%到3%的销量，甚至不到，可能有时在1% 而已。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这款引擎它跟我们所谓 X70或 X50高配的不一样，因为他们用的是 TGDI 嘛，缸内直喷的引擎，可是这款只有 multi-port injection， 所谓的 MPI 引擎啦，所以它的动力数据没有这么出色，可能油耗也没有这么出色。但是对于放在一辆 B segment、C segment 的 sedan 来说，我觉得算是足够吧。昨天据说前天就是有媒体朋友开上来槟城嘛，然后我们飞来槟城，我们要把这辆车开回 KL。它的油耗数据在高速公路可以拿到6.5公升，行驶100公里吧，加上市区可能8到9公升，行驶100公里。我觉得是有比 SUV 来的好的。那实际今天驾来看看，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汇报一下它的油耗数据哦。好，坐上 S70的后座，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它的皮革座椅的质感感觉其实不错就是它不像我们熟悉的70多千、80多千的那种皮椅，它的质感呈现是蛮好的，就是这个 leather 的 quality 有一点 premium feel 的感觉你会产生这种错觉，自己到底在什么车上。然后凹槽不多，你看到吗？凹槽不多，所以算是蛮平整所以如果你没有绑带，可能激烈一点就滑来滑去。然后后面椅背就是你的靠的地方就多一点点 support， 但是问题是它的椅背是稍微偏直的，所以你看我即使躺到最后面了，我还是好像坐得很直的感觉，要放松一点才可以，可是就好像不太舒服，所以就这样子咯，大腿直人的长度我是觉得够了，高度稍稍有一点少，中间隆起不多，整体的乘坐感很微妙就是为什么这个椅背会这么的直对，中间靠手打开来有2个置杯架，
入门版布料座椅是没有中间靠手的哦，但是全车系标配什么后座冷气出风口，它没有的调风量，它就是给你一个方向可以吹这样子。后面一颗 USB， 一颗 Type C， 有一个手机置物格，然后旁边硬。只有你手肘碰得到的地方，它是皮革，然后有车缝线，然后有点 PU 这样子，所以整体的质感呢、以这个价位来说，我觉得 OK 啊，我真的觉得 OK。你看膝部3个拳头，头部我还有1个拳头，我的身高是169公分，整体 OK 啦，就我唯一觉得就是车门保好像有一点 plastic 哦，但是这个价位还是那句话，这个价位我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嫌。坐上 S70 的驾驶舱，这辆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就是中控地方的实体按键全部都不见了。我觉得还好是说空调啊，至少还有实体按键，只是多媒体就完全没有了。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的，就是音量的调整音量的旋钮，我觉得还是要有啦。那没有就稍微有点遗憾，要么驾驶盘你就这边按。要么你就要去拉下来，对，拉下来，音量这边做调整。OK， 这辆车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究竟要不要给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答案是 No。目前我们昨天 Q&A 的结果，据说你最快会有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的车型，可能是今年预计要小改款的 Proton X78。那至于之前的车款会不会另外再加给你？他们讲之后再说。对，这就是答案。之后再说。好，内装的部分，软材质，雾银，下面有一点小皮革包覆，这个也是人造皮然后下面硬材质，然后这边也是软的，旁边上面是 hard plastic， 下面有一层 leather， 靠手也是有一层人造皮 PU 这样子的啦，中间是硬材质，所以它的层次是很丰富的啊，上面都是硬的啦，只有靠手的这一边是软的，就是这种70多到90千的价格，就 budget 还是很重要的，这已经是我第 N 次强调了中国车真的比起日系就是在用料上面可以再豪迈一点，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啦。座椅的部分呢，今天即使到了 Flagship X， 也就只有驾驶座有电动调整，副驾还是手动调整。座椅的部分呢，我记得除了入门版的这个车型以外，其他的都是皮革座椅了。然后皮革算是蛮柔软的，而且主要是包覆真的包覆感很强啊。驾驶盘可以前后上下桌调整，好紧哇！驾驶盘的部分后面没有换挡拨片，没有，为什么？再次讲 budget，OK？ 你要一辆 affordable 的车，你不要求这样多，你知道吗？OK， 上面的按键算是丰富的，因为它有很完整的这些进阶式安全配备啊，从盲点警示、车道保持、ACC 跟车碰撞预警360全部都有搭载上去给你。来360。功能算是完善的了。至于这辆车第二个吸引人的地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全数位仪表，我们之前说 X70、X50 的全数位仪表，到了 X90、S70 之后，它又更加的美好了，你知道吗？它的整个画面的呈现，它的整个优化的水平，然后到里面的细节铺陈。我觉得它又去到另外一个层次，它不是那种 Ford 的非常 animation 的等级，但是整体看起来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了。中控下面呢，一排按键，这快捷按键就是空调的操控以及 Push Start 的按钮，然后往下有收纳格，有手机放置的地方，有 USB， 有无线充电座，然后下面也有很大的空间，以及一个电源插槽，一个 Type C 的插槽。排挡杆这次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设计啦，它就是那种Shift by Wire 的控制啦，就是你不是那种一次推下来的，你是那种就是要慢慢去拨它的。然后电子手刹车、自动驻车旁边都是非常简洁了，没有其他东西了。置杯架、置物格，然后靠手置物格这些，上面还有一个小天窗，所以整体简洁大方，不会给你太多过度 fancy 的东西啊。我觉得整体的呈现是不错的。
好，早上我发了照片哦，很多人就回复我，问了很多关于这辆车的问题啦，主要几个啦：一、油耗；二、隔音；三、抖动。我先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即使它是一辆3缸引擎，但是它在很新的时候，因为这辆车你看它的mileage才2000公里。它的抖动，它的 vibration 是不多的。你如果想知道3缸的抖动会多严重，过了1年、2年、3年，欢迎去 X50的车主 group 问那些驾了3、5年、2、3年、3、5年的朋友，他们就可以很确切的告诉你3缸会多抖。那现在你拿来做测量真的是不准的哈。第二，隔音表现这点我蛮意外的，大家没有问我，真的没有去察觉。我觉得它的隔音真的很好。就以我们熟悉的这个价位的车来说啊，7万、8万、9万的车来说，它的隔音表现真的是你会 feel 到你真的是一个很密闭的空间啊，你有很自己的这个 privacy 这样的感觉，这是第二点。那油耗的话，我们今天的不能做参考了，我们的油耗据说是 OK， 在 Trip 这边11公升100公里。但是因为车子停住拍摄，然后又加巴雷布劳的那条山路，所以我们看明天有没有时间回程。我们从槟城一路从Batu-Ferringhi 回到 KL， 我们一路做这个油耗测试。OK， 现在我从这个冰岛最南端，我往巴雷布劳的方向开。我们先加一段这种普通的甘蹦路，然后最后我们在山道上来稍微摆弄一下这辆车子。OK， 首先我们说这辆车子的动力1.5公升3缸涡轮增压加7速双离合的变速箱。如果你是一般的汽车使用者，你一般的交通工具使用者，你就是我们常常讲啦，其实你如果只是普通驾驶，市面上99.9%的车子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它的动力 OK， 我放慢一点，现在时速是30，我补油。它比较特别，这辆车它不是那种你急踩它动力急来的，它会有一个时间缓冲，它会含蓄一下，然后再把动力给你。就是你可以讲它是 turbo 类，你也可以讲它是 throttle 类。油门踩了，你看，来，你看啊，准备啊，踩。它从你踩到它动力，你可以 feel 到它差不多1秒多，所以就它真的是。整体的这个设定方向都比较温和，真的。那你要讲温和，因为首先第一件事啦，我现在算是在 comfort mode 嘛。那我们换一下，过汉它的 suspension 的 set up 非常舒服，这个我觉得是马来西亚人非常在意的，就是你那种坑洞啊、过路墩啊，你不用停得太慢，你就抖过去，这个很重要，这个的 set up 它真的是做得蛮舒服的。OK， 我们换一个 Sport Mode 好了，现在已经 Sport Mode 了，我再一样把速度放慢，现在是40，我把它降到差不多30，踩。我发现一件事啊，再过一个墩，还是很轻松。OK， 我即使去到了 Sport Mode， 它的加速反应。也是比较舒服的那种，就是你看刚刚我这样子，我就是踩了，它差不多也是1秒多，那个动力才介入。对，我踩完了，到底了，我真的拉到底了，就它都很温和，真的这辆车给人的感觉，以前我们觉得说 X50、X70 像欧洲车这样的设定，这辆车就比较。日系的风格了，就很温和 ，throttle 的反应比较舒服，变速箱的反应也比较客气。刚才我们加了一段，我旁边是主一驾车，他驾车，我在后面坐着，然后我们跑巴雷布劳，会发现到它的换挡逻辑啊，因为它没有 pedal shift 啊，所以换挡逻辑你要靠这个排档杆左右推，它换挡逻辑也是比较温和客气一点的。OK， 就是。你要它上，你要它下，它要你等。我想下的时候我才下，它会比较客气一点。你要它上，快速上，它也是要你稍微等一下啊。OK， 我不管你要换挡还是你不要换挡，反正由我做决定啊。
我准备好了，我就会换挡；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就继续 stand by， 你就推了，你催我，但是我不会给你任何反应。就它这种的机制的设定，主要啦，第一点，它要保护这个变速箱，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拿一辆双离合的车来做激烈驾驶，它可能会担心的就是变速箱过热，所以就你看我踩油了，它真的是，但是轮胎会 spin 哦，所以它来得慢，可是它当动力是有的。对，我刚才绿灯我踩油了没有反应，然后我再踩大一点，轮胎开始 spin 了，所以它动力有，只是它来得比较慢，还有 throttle lag。它真的是来得客气一点。它的 turbo 是1750转到4000转到峰值，只是它前面它真的是会稍微拉一个保险给你，它不要给你一下子去到太近所以就这个是碰撞预警就它很多那种 safety system 啦，所以它就会各种声音也是好了就不要去贴人家的屁股。你看我现在放到20，踩大油没有反应。然后才来，就它的特性是这样子啦。但是你问我可以不可以，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尤其是你要想这个关键是今天这辆车它卖这什么价钱 ？OK， 我们把一切的问题回归到价钱，其实这一切就没有太多的烦恼了啦。这辆70多到90千的车子 ，OK。你说它的动力有比同级的 B segment 日本车差吗？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它动力绝对是足够的。那在调教方面，它也有它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空间呈现整体来说，它吸引人的点就是这样子就是我用价格的优势，然后给你很多东西。踩大油 ，OK 可以啦，还是可以你看我这样时速50出来，各车。然后我还是很轻松的，我不会说他不要来因为有些日系车你会觉得他不要来，可是他这个前面他挣扎了一下，他给你这点throttle lag了之后，他还是可以得心应手把动力拉进来，差不多你要等他半秒这样子了 ，OK， 来 slide right， 我们就上，这里是巴列布劳的山路了吗 ？OK。对，这条就是巴列布劳的山路了，我们就跑一跑。好，再来操控。OK， 我们现在是上巴列布劳的山路上了，我应该不要加太快了，这路真的很窄OK， 其实不错轮胎 spin 的声音，各种激烈行车记录器的声音也来我意外发现这辆车还蛮好玩的，它需要一个很好的轮胎，因为这种时候你的动力其实就我现在还在 Sport Mode， 然后车上很多东西滚来滚去，我已经不想管它们了。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我最近的玩比较凶它的动力绝对是很，当然我不去做换挡了。然后我 traction control 也没有关，刚才车子滑着出去了，所以它动力是我跟你讲，这个滑着出去的样子就表示说它的动力是绝对足够的，然后要小心，轮胎一路在叫，所以它需要一颗以它的动力来讲，它需要一颗很好的轮胎，讲真的。OK 我不会觉得有过度的 body roll 有过度的那种不安在那边，我反而这样子玩下来，我觉得那个可玩性有它的车体比我想象中的好，它悬挂即使带软，但是它的支撑性还够，因为它不是 SUV 你的重心高，你的晃动多，可是今天这辆sedan它就哇哦，这点有震惊到我，跟我的预想有一点不一样，好玩，这个好玩，我很怕玩出事，我再稍微跑多一下 ，OK。
我要来做危险的事情了吗？哇，一路滑出去，我好像在玩 rally car 一样啊！但是它的操控是 predictable 的，所以变成说，OK， 我是怕对向的车也不怕的。好多轮胎针哦，好多轮胎针哦，然后我们车里面东西甩来甩去，太欢乐了吧！车体的 set up 跟悬挂的 set up。我真的觉得 Proton 在这辆车上有用心耶，而且挑这个路线，啊！我好像要回车，我不可以玩太久，但是它的速度上来很快，所以你就可以，然后。你这看到没有？确定那个用你的 blind spot 没有车，然后你油门下去，它就，哇，这样子这个下山，我觉得这个速度我会出事，我要收一点，OK， 大弯，不可以，这里绝对会甩，我就是故意要让它甩一点。他的轮胎一直在惨叫，收一点，我们要客气一点啊。刹车力道是够的，刹车力道 OK， 我也讲一下，它的刹车力道哈，如果你是在市区驾驶，你不小心踩多，它是那种哇，完全停到完的 break test 那种，非常的夸张。但是如果是在这样子的驾驶情况哈，这个刹车就很好用了，因为你需要快速的让它反应过来。我的相机有在跑啊，有，不可以分心。我分心我就下山了。分心真的会下山 ，OK。哇，我觉得它是我太认真吗？还是它冷气好像有变小一点？我甩得出去的。OK， 这辆车子很微妙啦，几个地方。首先第一点，价钱它绝对有很大的优势，很大的优势。但是如果你挣扎在它是一辆 B 还是一辆 C segment 的车子，我觉得你就像我前面讲的，你不需要太挣扎。如果你觉得这个空间足够你用，这个动力你觉得你是满意的。对啊，因为你这种 segment 看的就是空间嘛，这个轴距确实是 B segment 的轴距，那动力它是 B 跟 C 之间，但是加起来它的可玩性比目前的 B 感觉又再多一点，所以车体强度、整个的操控感、手感也蛮好玩的。简单做个试驾啦，我们简单做个试驾，没有想到玩那么大。OK， 刚刚这样跑下来，油耗从11公升100公里，现在来到12.7公升100公里，出了点差错啦，一不小心太认真 ，OK 啊，一不小心太认真。加好来，那我看我们回程啦，明天回程我们再去做个哇，它的 Sport Mode 真的是会轮胎会 spin 呢，对，我们再做个油耗。简单的油耗测试了 ，OK， 报一下我们明天去怡宝喝白咖啡了 ，OK， 好，就这样，今天的试驾就这边先告一段落，如果想法留言给我们知道，也欢迎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我们下期再见，拜。